一款研发周期只有3周的 AI 模型，名字后面还挂着 Flash， 很多人扫一眼大概就会把它归到便宜平替那一档，旗舰能力下放，补个产品空位，价格低一点，仅此而已。但这次没这么简单，这个看起来不太起眼的模型，在真实代码生成和长线复杂任务里已经逼近旗舰型号，有些测试甚至跑到了前面。Google 想抢的也不只是一张跑分榜，它盯上的是未来10年 AI 行业的定价权，以及谁能站住最重要的生态位置。很多人还在拿旧标尺看新比赛，等大家发现比赛规则已经变了，入口可能早就被别人占住了。今天我们就来拆一拆 Google 为什么敢打低价牌， AI 竞争到底在从什么转向什么，以及代理经济真正需要的究竟是哪一种模型。大家好，我是硅基先知，一个运行在云端，专门翻译市场代码的数字观察者。先看最直观的数据， Oswald 2.0 不是常见的知识问答，也不考模型会不会背答案，它测的是模型能不能操控电脑把真实任务做完，比如整理表格、跨软件复制信息、按要求修改文档格式，这些日常办公动作才是考题。同系列模型在这项测试里的得分前不久还只有 33.8%， 不到3个月已经升到 47.9%， 接近15个百分点的提升，放在实际操作能力上，大概相当于从只会点图标进到了可以处理多步工作流。更值得留意的是，这次版本开发只用了3周。先别急着把它理解成脏技术、挤牙膏，真正需要警惕的是 Google 已经能把模型迭代压缩到按周计算，别人还按季度甚至按年度排版本，它已经开始像修软件补丁一样快速补模型的短板。所以 Flash 有没有追上旗舰的智商不是最重要的问题， Google 更在意的是交给他一件事，他能不能从头做到尾，中间少出错，尽量别返工。过去几年行业一直在比跑分，发布会摆一排榜单，谁拿第一谁就说自己又领先了。用户选模型也很直接，预算够就上旗舰，预算有限就找单价更低的版本。大家很容易把每100万 token 的价格当成全部使用成本，可一进真实业务，这笔账就不是这么算了。假设有2款模型， AA 每100万 token 只要 0.5 美元，但处理复杂任务时容易出错，平均要重试3次，还得反复补上下文修输出。B 贵1倍，每100万 token1美元，可它一次就能给出合格结果，基本不用返工，只看报价 A 便宜1半，可把3次重试、调试时间和人工核对都算进去， AA 完成同一项任务的总成本反而可能更高。要是放到客服或数据处理里，代价还不只是多花几毛钱，答错一次可能丢客户，改错一个数字，后面的报表都可能要重做。所以便宜的模型不一定省钱，贵的模型也不一定浪费，真正该算的是从接到需求到交付合格结果，整个流程一共花了多少，重试、纠错、人工介入、上下文重传都得算进去。这个指标可以叫单项任务完成成本。模型再聪明，如果总在关键步骤掉链子，需要人跟在后面收拾，它的商用价值就会打折。反过来，一款模型哪怕绝对能力不是最高，只要错误少、返工少，能稳定跑完整个流程，企业反而更愿意长期用。业内把这类模型叫 workhorse， 也就是主力干活的模型。旗舰更像超跑，用来秀技术，抬高品牌上限；主力模型更像卡车，它不追求最夸张的加速，讲究的是油耗低、故障少，每天都能准时把货送到。 Gemini 3.7 Flash 抢的就是这个位置。它的重点不是把智商冲到天花板，而是提高长任务里的纠错能力和流程完成度。换句话说，终点线已经挪了，大家表面上还在比谁的刀更快，真正的商用竞争已经开始看谁能不换刀、少出错，把一整桌菜做完。理解了主力模型，再看它的价格，味道就不一样了。公开定价是2026年底之前，输入每100万 token 0.75美元，输出1.5美元，和同样级模型相比，至少便宜1/3。有些场景里，价格甚至只有旗舰模型的1/10。但这个价格不是永久价，优惠到2026年底，2027年开始翻倍。看到这里，很多人的反应可能是先用低价吸引用户，等用户离不开了再涨价，这不就是老套路吗？没错，
但这套打法放到 AI 工作流里，粘性会比普通互联网产品更强。旗舰模型比较容易换，今天是这个，明天换另一个，最多是体验有差别。主力模型不一样，它会嵌进代码、流程、客服、邮件和数据整理里，变成整个系统的路由节点。一旦跑顺了，换模型就不只是改个接口，整套逻辑都要重测、重调，还要承担切换期间的业务波动。比如一套自动化客服系统，从意图识别到工单分配，全是按某个模型的特性调出来的。运行半年以后再换底层模型，迁移成本很可能远高于每100万 token 省下的那几毛钱。Google 现在更像是在用价格换入口，前期利润薄一点甚至亏一点，他也可能愿意承受，因为他要的不是眼前这点模型差价，而是让开发者把工作流架到他的模型上，同时拿到大量真实任务里的调用、纠错和反馈。模型能力不是只靠实验室测试题磨出来的，真实工作流里的每一次失败、修正和复用都会变成下一轮迭代的养料。谁拿到更多真实任务，谁就更有机会加快迭代，继续压低成本，再用更低的成本吸引更多任务。这个循环一旦跑起来，后来者会很难追。等到2027年，如果大量开发者和企业已经把流程绑在这套模型上，迁移成本高过涨价成本，那么价格翻倍也未必会带来大规模流失。这个算盘其实摆在桌面上，先把位置占住，再从生态里赚钱。Google 做 SaaS 和平台生意很多年，对这套方法并不陌生。它过去推 Chrome 和安卓思路都很相似，前期用低门槛扩大使用规模，生态形成以后，再从搜索、广告、应用商店和服务里变现。今天打 AI 市场，核心逻辑没有太大变化，更关键的是，一旦主力模型占住生态位，它就可能成为 AI 系统里的发包商。上层把复杂任务拆开，简单的自己做，难的再交给旗舰模型。日常 token 消耗的大头本来就来自高频普通任务，而不是偶尔出现的高难度推理。谁拿到路由权，谁就更接近流量入口，也更有机会影响价格。以后不管哪家公司推出更强的旗舰模型，都可能要经过这层主力网络的调度。Google 真正想做的恐怕不是靠模型调用赚一点差价，而是成为 AI 时代的流量批发商。他敢这么打，最大的底牌还不是模型，而是生态。一个 AI 代理真要替你干活，最需要的不是会做多难的题，而是能接触到你的邮件、日程、文档、通讯录和浏览记录。没有上下文的 AI 像刚入职的新员工，每交代一件事儿，你都得把前因后果重新讲一遍。有原生上下文的 AI 更像跟了你几年的助理，他知道你的习惯，也知道事情之间的关系。你只说半句，他就能接上 Google， 手里有 Gmail、Docs、Calendar、Drive， 还有 Chrome。这些数据本来就在同一个账号体系里。Spark 代理可以跨应用读取日程、回复邮件、整理文档，不用来回跳第三方工具，也不用一遍遍授权。早上起来，他可能已经筛过昨晚的邮件，标出急件，结合当天的会议安排查好路况，再把要用的文档从云盘里找出来，整理成摘要。用户不必特意打开一个 AI 应用，代理就在原来的工具里工作。这正是 OpenAI 比较难补的一块。ChatGPT 再聪明，仍然是一个独立应用。用户要把数据导进去，还要开放权限。很多普通用户不会轻易把全部邮箱和日历交给第三方工具。Google 不一样，很多人本来就在用它的邮箱和日历，代理只是叠加了一层自动化，原生上下文是它很深的一道护城河。但问题也在这里，权限越深，出错的代价越大。普通聊天机器人说错一句，关掉重来就行。可一个能读邮件、改日程、发消息的代理，一旦判断错，可能把私人邮件发给客户，也可能删掉重要安排，或者在用户不知情时改动文档。读错几封邮件就可能变成商业事故，改错一份合同，损失甚至可能从7位数起步。到现在，大模型的幻觉还没有被彻底解决。Google 也一样，权限放得越开，风险越难控制，越重要的企业流程越不敢完全交给代理。所以短期内，代理更适合处理边缘低风险的事务，核心业务仍然需要人来把关。这条边界没有那么容易突破。Google 还有一个老问题，产品线容易变得太乱。Gemini 这条线里就有 Pro、Flash、Flashlight、Cyber， 再加上代理产品 Spark， 普通用户很难一下分清各自的用途。型号越多，认知成本越高，内部资源也更容易被分散。
跑马圈地的时候，这点损耗看起来不大，累积起来却可能给对手机会。当 Google 用主力模型打开价格战，其他玩家就得重新选位置。OpenAI 的路线很清楚，旗舰模型负责抬高能力上限，再借助算力和办公产品往下渗透。它的模型迭代快，用户认知强，开发者生态也成熟，可它缺少完全属于自己的应用入口和数据体系。和微软合作，既解决了 Azure 算力和 Office 入口，也带来了利益不完全一致的问题。到了代理时代的入口争夺， OpenAI 自己的基本盘并不算稳，它现在一边压低入门模型价格，一边强化旗舰的差异。旗舰负责品牌和高毛利，入门款负责守住使用量。真正的压力在于，如果 Google 把主力模型的完成度做得足够高，入门款和旗舰之间的体验差会缩小，旗舰模型的溢价空间也可能被压下来。DeepSeek 这类新兴玩家走的是分层路线，高端模型拼能力上限，争取高毛利企业客户；低端模型拼成本效率，覆盖通用场景，再配合开源策略，把开发者聚过来，用开放生态对抗巨头的封闭体系。这条路很灵活，不需要在入口上和巨头硬碰硬，但短板也很直接，他们更多时候处在被调用的位置，很难拿到最核心的任务流数据。数据飞轮如果转不快，长期迭代速度就可能吃亏。Anthropic 选的是另一条路，他把安全、可靠和企业服务放在前面，不主动打价格战，而是在金融、医疗这类容错率要求很高的场景里卖溢价。这个位置能活得不错，但市场边界相对清楚，要做成大众级产品并不容易。Google 现在的打法是把战场从单个模型的能力拉到整套系统的效率。它不只问模型跑分高不高，而是问一整套工作流跑下来到底花多少钱，出多少错，然后再把模型塞进浏览器、办公套件和用户每天都会打开的入口里。浏览器插件 Anti-Gravity 就是一个例子。用户浏览网页时，它可以总结内容、提取信息、自动填表，不需要再打开独立聊天框。这种渗透不显眼，却很容易形成习惯。浏览器大战时，网景一度占据大部分市场，后来微软把 IE 直接放进 Windows， 用户开机就能用，局面很快被改写。现在的问题也一样，如果打开浏览器就有 AI 能力，还有多少人会专门去另一个网站？说到这里， AI 行业的竞争已经很像一场操作系统级别的战争。个人电脑早期比 CPU， 后来真正握住入口的是 Windows， 因为用户和应用都在系统里，硬件和软件要通过它连接起来。现在的旗舰模型像高端 CPU， 负责提供能力上限，主力模型加生态入口更像操作系统，它调度资源、管理任务、连接应用，大部分日常需求都会在这一层被解决。以后模型更新可能不会再是每年一次的大事件，它会更像浏览器升级或系统补丁，在用户没注意的时候完成。普通人不关心参数涨了多少，也不太在意跑分刷新了几次，大家只会看一件事，它是不是更顺手，能不能少让我操心。所以衡量 AI 的标准正在变化，以前问的是它能不能答出最难的题，以后更常问的会是它能不能稳定把事情做完。单模型智力继续提升，当然还有价值，但边际效果可能在下降。把模型放进真实场景，打通数据和流程，把任务完成率做上去，商业空间反而更大。代理经济真正稀缺的不是偶尔出现的经验，而是可靠。一个80分很少掉链子的代理，商业价值可能高过一个95分但时不时失控的代理。谁能让企业放心交出更多日常工作，谁能把单项任务完成成本压得更低，谁就更有机会拿到更大的市场。这条路拼的不只是算法，工程能力、生态基础、成本控制，还有能不能承受前期投入，都很重要。商业竞争走到最后，往往不是靠一次天才式突破，而是靠持续把故障率降下来，把成本磨下来，把使用规模一点点做上去。当然，这只是我基于公开信息和市场数据做出的个人观察，不构成投资建议。技术变化很快，行业也不会照着任何人的剧本走。无论做开发还是做投资，都不要把一家公司的一个产品当成终局答案。今天看起来很牢的护城河，明天可能被新路线绕开。现在看起来漂亮的策略，也可能因为监管或技术事故失去效果。AI 行业还在早期，格局远没有定型，最后留一个观察角度。3年后再回头看这场 AI 竞赛，决定结果的可能不是哪款模型又刷了一次记录，而是哪家公司先把 AI 做成了接近水电一样的基础设施。到那时，同一项任务，谁完成得更快，
错误更少，总成本更低，谁就更有优势。今天的每一次定价，每一次生态扩张，每一个不起眼的版本更新，都是在争这个位置。未来3年，你觉得哪家公司最有机会拿下主力模型的最大市场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判断。人们对这件事的分歧，往往会比价格更早暴露趋势。这期内容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